大家好，刚刚看到一篇加拿大政府网站更新的移民政策信息啊，给大家赶紧说说。这个标题叫National Settlement and Resettlement Funding Call for Proposals Now Accepting Applications。国家安置和重新安置基金的拨款申请现在已经接受申请，这是 IRCC 官网上的消息。加拿大移民、难民及公民部2023年11月15号渥太华。加拿大政府致力于确保有资格的新移民获得所需的支持和服务，以便他们完全融入加拿大经济，并为其新社区做出贡献。昨天，加拿大移民、难民及公民部长马克·米勒启动了全国安置和重新安置基金拨款申请，为加拿大魁北克省以外数百个为新移民提供关键服务的安置和重新安置服务提供者组织提供资金。基金协议期限为5年。今年的拨款申请强调了安置和重新安置服务的关键领域，包括投资支持与和解目标相关的服务，为魁北克省外的这个法语新移民提供法语融入途径，以及加强为有色族裔社区 LGBTQ2+ 社区和其他代表性不足的群体提供服务的计划和资金。他还将利用技术和伙伴关系的最近经验和进步以更有效地提供高质量的客户支持服务。服务提供者组织在迎接全国各地社区的新移民包括难民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他们为新移民提供在加拿大生活中取得成功所需的工具、资源和信息，这包括语言培训、找工作帮助，以及与定居加拿大的移民、加拿大人和原住民建立关系。这些支持和服务帮助新移民融入并在加拿大建立成功的生活，同时也帮助雇主、学校和其他组织建立欢迎的社区。那有关的这个申请资格和如何申请拨款的更多信息请访问我们的网站，截止期限是2024年的1月31号。那后边还有一些介绍随着更多的新移民来到加拿大我们需要确保他们获得所需的支持，以及在新生活中取得成功。我们将继续支持安置和重新安置服务提供者，他们在确保新移民获得所需资源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加拿大重视新移民对其社区的经济、社会和文化贡献。加拿大移民、难民及公民部部长马克·米勒。后边还有一个快速的事实就是背景。2022年至2023年获得安置和重新安置服务的客户人数达到有史以来最高点，接近612000人访问次数最多的服务是信息和导向服务，80%的客户每年至少访问一次。移民局计划每年投资约11亿加元，提供支持服务提供者组织满足新移民的安置需求魁省除外。这比移民局在2022年到2021年最后一次拨款申请的第一年所拥有的 8.349 亿加元的资助金额高出 30% 以上。根据加拿大魁北克协议加拿大政府每年向魁北克提供一笔拨款，用于为安置在该省的移民包括重新安置的难民提供接待和语言、文化和经济融入服务。从2012年4月到2023年3月除魁北克省目的地的永久居民外，近 46% 的永久居民获得了国内安置服务。2012年4月到2023年的3月期间， 80% 的难民获得了安置服务。移民占加拿大劳动力增长的近 100%， 到2032年预计将占加拿大人口增长的 100%。加拿大人口正以每35年工龄人口与退休人口比例从50年前的7:1下降到2035年的2:1的速度老龄化我再重说一句这比较拗口加拿大人口正以每35年工龄人口与退休人口比例从50年前的7:1下降到2035年的2:1的速度老龄化。2021年人口普查期间近1/4的人口曾是或是加拿大的登陆移民或永久居民，这是自成立以来比例最高的，也是第7国家中比例最高的。
下面啊，就是大家一些有相关的链接，大家有兴趣的话呢，可以在我视频下面的这个链接里边点开这个网页。这里是加拿大101，一个关注加拿大移民的政策频道，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次再见，拜拜。